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床上那些事，我是美国硅谷的性心理学家 Margaret 博士。那现在呢，我越来越多无性恋的客户还有情侣夫妻来找到我做这个临床的咨询，有的他可能已经结婚了，然后夫妻其中一方后来才学会我其实是无性恋的，我对性不感兴趣。那为什么我说很多无性恋者呢？现在是通过学习和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性恋者呢？因为无性恋者这个概念呢，其实只有6岁哦，就是他是6年前 David J 这个人给了无性恋者一个认同一个概念，他本来就是无性恋者，他成立了这个网站就是 asexuality.org，然后越来越多的无性恋者就开始站出来了，就意识到原来我之前一直不喜欢性就是这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人群有误解，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学会更好的性爱知识啊，或者你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啊，或者你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性创伤，所以我才不喜欢性。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看比喻吧，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吃巧克力蛋糕，有的人就是对巧克力蛋糕无感，那你可以 convince 说你这样子就不正常吗？对吧？没有这样子的，它就好像同性恋、异性恋一样，都不是说自己可以改变的。所以当我们夫妻一方或者情侣其中一方知道自己是无性恋了之后，就是通过很多的深挖啊，或者自己的研究啊，学会自己是一个无性恋的时候呢，我就帮这些情侣夫妻就进行一个沟通，就是说那我们要继续留在这个关系吗？如果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关系，那对性有需求的一方应该怎么得到性满足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们有一个误解，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很冷血，他可能就对是浪漫也是无感呢？不是的，很多无性恋的人群呢，他其实也很 romantic， 就是他也是有恋爱的这个需要，也是很喜欢这种感情的连接，只是说我对性行为没有什么感觉。当我帮这些情侣夫妻做调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就会帮他们多了解，那你的无性恋是你是对性是很 repulse 吗？就是说我对这件事就很反感，我想到这个我就很厌恶，我的身体就会很有反应，我连想都不能想。还是说 sex averse， 就是说我不喜欢，我不会像 repulse 那样那么大的反应。或者我们会不会是 sex neutral， 就是说我对这件事就很无感，就是说你喜欢性，我对它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性对我来说就好像有的人喜欢喝咖啡，有的人喜欢喝茶，我就都不喜欢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sex favor， 就是说其实我是喜欢性的，不过我可能喜欢自己自慰，或者我觉得你有性生活很好啊，这是你的事，我也喜欢，可是我就没那么喜欢。可是有的时候还是可以 tolerate 的，或者甚至会自己有自慰的一个行为，我只是不想跟别人进行性这个行为啊，可是我的身体还是会有反应的。所以我们无性恋不是说 zero one black white， 没有那么分段的，更多的是一个光谱一样，有的人比较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就是零光谱直接是什么都不喜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啦。
那当夫妻或者情侣双方其中一位是无性恋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做一个调和，怎么做一个沟通呢？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作为无性恋的一方，那你有什么是你比较舒服的，那通常我就用一个叫 polyvagal system 就好像我会拿一个白板出来，我会给他们画哪些性行为呢是可以的舒服的 green zone， 哪些性行为呢是可以的可是我不那么舒服，偶尔一次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性行为呢是在 red zone，就是说哪些是我们决定不能去触碰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作为无性恋就是什么都是不行因为有些事还是可以的，不过你不要逼你的伴侣去做这个决定，这必须是你伴侣自己去做的这个决定这些行为其实挺细分的，就有的时候我可能热吻是可以的，可是不穿衣服的热吻呢我又不可以了，所以这些我都是要跟情侣夫妻去找哪一些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哪些是偶尔一次是可以的。为什么我说偶尔一次呢？因为婚姻中其中一位是无性恋的话，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 schedule sex， 就是说我们约定什么时候就来一次，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有的很常见的就是夫妻情侣可能1年一次或者每几个月一次这些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活动的空间就多了很多了，对吧？那当你了解了哪些是自己舒服的喜欢的，哪些是自己可以忍受的可以接受的也愿意为我们伴侣去做的，哪些是决定不能就触碰我底线了之后，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伴侣去做这个沟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来做，或者我们可以请一个像我这样子的性咨询师来做，那就事半功倍了。那如果你是在美国，或者你们想要得到更多的资讯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网站叫 AVEN， 就是 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 就是 asexuality.org。 这个网站呢它是6年前建立的，它的建立者呢自己也是一个无性恋人士，上面呢会有很多的资讯无性恋婚姻的双方都有一个支持的空间。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上去看看。那它的中文网站呢就是 zh.asexuality.org， 那你们可以上这些网站去看看，得到更多的信息。你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吗？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话，给我点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